中国文化为什么把国家比作母亲？为什么说中国人有巨婴化的倾向？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精神上从未断奶和将成人儿童化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我们开始吧。精神上从未断奶。如果我们只从杀父杀子来说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代际关系上的差别，还是没有将事情全部说清楚。因为只从父子关系上还不能完全看出每一代是否完全成长，还必须从母子关系上去观察。中国人的母子关系似乎必须以个体的性的不成长为前提，而且往往包含许多依赖感的成分在内。笔者在国内时，不止一个国内的女性告诉我，她们不太看得上国内的男性，因为他们有凡事都躲在母亲背后的倾向。在婚姻介绍时，有时连自己也不去，由母亲带了照片到公园里去接头，查对方的身家。至于与父亲冲突时，则永远是将母亲推到前面，自己躲到了他的背后。说起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就令人想起中国人有将祖国当作母亲的倾向。纵使日本人没有什么惯用的比喻来形容祖国，他们的爱国主义似乎是父性的成分居多，因为它是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的、攻击性的，因而也是阳刚的。相比较之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总给人一种柔性的感觉，也就是《白云故乡曲》那样的满含热泪的女儿怀念母亲似的。这个女儿怀念母亲的情怀，甚至还适用于形容中国男性的爱国主义，而其所反映的也是中国男性的女性化倾向。女性化与儿童化其实是一体两面，同为在儿童阶段的男性，总是与女性一般细嫩，因此固执在这个形态上的男性就会具有女性化的气质。因此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多少有点幼儿对母亲的辱没之情。至于在性方面不成长的中国人，对母亲的需求就很清晰地只是辱没与依赖之情。的确，中国人回归母胎式的爱国运动，纵使可以使人政治化，也不见得使个体的内容成熟到哪里去。而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有将原本已经存在的母胎化的倾向加剧的趋势，这个倾向也同时反映出非性化与儿童化的倾向。在海外的母胎自然是指自己人的圈子。在人情磁力场的那一期节目中，我们已经指出，中国人是用口腔化的文字意象来形容人际关系的，同时也赋予它温暖或寒冷的倾向。例如，能够吃的是熟人，不能吃的是生人，不让吃的熟人就变成了孤寒或寒酸等等。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有把人情的磁力场或自己人的圈子当作是童年阶段的母亲怀抱的代用品的倾向。一来它像母胎一般温暖，二来它像慈母怀抱一般，个人可以从中稀释养分。这归根到底又牵涉到中国人必须在母胎中安身的倾向。因此海外的留学生爱国运动基本上是一种母胎在召唤。的确，与世界各地的运动都不同，中国人心向祖国几乎纯粹表现为一种辱没之情，很少讲理论或理性。受人影响者也多半不经大脑，而是因为一己之身受到了别人的照顾。至于想吸收群众的人，也就用帮助对方安身，也就是关心群众生活的方法另起交心。中国男女到了成年，仍然具有妈妈的乖女儿的外观与气质。换而言之，他们并不像是一个自称独立的男性或女性，而是永远地带着下一代的烙印似的。这不一定是说他们在生活细节上完全依赖母亲，而是指这个乖是一个扩大化了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范畴，也就是由社会群众决定一个人的好与坏的标准，而其内容多半为不抽烟、不喝酒、不搞婚前性关系、人很好也很规矩等等。这类美德考察其起源，则仍然是儿童时期在家庭中对母亲做保证身体、做人要老实之类的叮嘱的听话的态度的秩序。因此个人的良知的基础基本上并不来自于一个世俗之上的超越原理，而是童年阶段二人制约的无限延长。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是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因此在代际之间的关系中，对方的内容压倒自己的内容，对方对自己的定义多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义，因而造成了个体处于永恒的下一代的状态中，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的青少年无论是男是女，
更少具有作为一个自成一个独立单元的男性或女性应有的外观、体态、气质，更不用说有魅力了。中国人的成长问题也不是单单由杀子转变成杀父就可以解决的，似乎中国人还必须要打胎，这个胎就是母胎文化，将成人当儿童。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有将儿童当成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的倾向。确实，在传统教育底下，当儿童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要他读圣贤书，这些书当然只有到了成年人之后才能理解，因此就要求儿童先去死记硬背下来。然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却又将他当作一个不道德的主题，处处去看管他，连婚姻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基本上仍然把他当作是不能自主的儿童。当一个中国人长大后，又从多方面的安排强烈地暗示他是一个没有独立判断力的人，因此必须像防民如防川一般防着他，而且基本上将他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因此连谈恋爱也诸多阻拦。此外，还培养人用类型化而不是用个体化深度的方式去看人看事，因此在成人看的小说与电影中都一律搞黑白分明，一开场就知道好人是谁，坏人是谁。如此可以省掉了10岁以下的儿童在电影开场时常常要询问父母的问题。要儿童吸收超过他们理解力的事物，只是替未来将成人儿童化铺路。这种用外力强加的办法，正是为了培养他智他虑的人格。换而言之，就是不要让内省式的自我基地出现。至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中国人要求父母们达到的理想标准是严父慈母，因此母亲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慈祥的，对子女纵容的，而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则必须是严厉的，对子女威吓的。一般来说，在5、6岁以前，儿童是在慈母的纵容之下度过；5、6岁以后，就处于严父的教鞭之下了。因此，在这里，养与教似乎也是一个形式上的分工。然而，不论是谁的塑造底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长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的这个没有个体灵魂的文化中，每一代训练下一代的人格都是去符合二人的关系的人格，必须在别人面前做人的人格，因此也是他律他治的人格。个人既然无法出现，每一个人生活的意向遂集中在大家一样的身体化的需要之上。至于超乎自己身体化需要得到的生活的主要内容，则表现为对别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的关怀与照顾之上。中国人的统战方法就是用关心群众生活的方式去使对方交心，因此中国人的大同境界也只能是具有亲民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国人对子女的感情训练也不是准备他们独立的，而是使他们永远地对自己依附，因此就将这个以满足口欲为主的身体化阶段无限地延续下去，也就是永远将它当做一个阶段的人。一个人即使到了30、40岁也好，在慈母眼里却永远将他当作是一个必须常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而不是当作是一个性已经萌芽了的成年人。在性的这一个方面，上一代永远是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因此中国人不论在思想感情方面，又或是在身形体态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非性化倾向。这种永远将儿女当作是小宝宝的作风，可以用鲁迅的一段话下评语：所有的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24孝中老来于亲的故事就很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恒童年的状态。中国文化注重培养的是一种他治他律的人格，因此必须把每一个个人都当作是不道德的主题，而不是一个用内省的方式做自我决定的良知主题或权力主题。因此就不去训练每一个人用选择或批判的方式去接受社会的规范，而必须像驯服野兽一般用外力将它制服。严父为了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就必须动用威吓的手段，甚至触动到打。即使一个人的气质是不严厉的，在子女面前也必须装出这副面孔，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害了下一代。严父既然是用驯兽的方式去教养子女的，因此在对即使已经成年的子女施以打骂时，就往往以畜生称之。然而假如驯兽师的电鞭没法除尽狮子与老虎体内最后剩余的一点兽性，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他治他律的方式，除了在人格的主要内容方面造成没有个性、没有尊严、逆来顺受的态度之外，也是没法子除尽人的最后一点私心的。
就如同在天下为公的国有化体制下，永远也没法子铲除自留地一般。中国人永远得被保持在一个他治他律的童年状态中。鲁迅说得好，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